好，大家好，我是 T 老师。因为有学校同学问我这个材质应该是怎么来调整啊，包括怎么创建一个新的材质，所以这个地方我就新录一个课程来讲这个材质。但大多数情况下啊，因为我们从网络上可以获得大量的材质，另外我们还有一个这个 app 叫 Quixer 的 Mixer， 还有一个 Quixer 的叫做 Quixer Bridge 啊，这个呢可以获得大量的免费的材质，所以呢你也可以通过这个软件去啊。之后我们也会讲一讲。啊，这个地方我们看一下来怎么来调整一个或者是创建一个新的材质。我从最简单的讲起。首先，我们可以创建一个新的文件夹，专门用来放材质。Materials， 好，一定要记住这个英文单词 Materials 材质。首先，我们创建最简单的材质就是单纯的颜色。右键选择材质。我们呢叫做就最简单的吧，叫做一个红色的材质 red。好，进去。如何来创造一个颜色？几种方式。你呢可以直接将它提升为参数，这样子你可以看到有一个四维的1、2、3、4，有个四维的一个值。在这个地方呢，这个四维分别代表 RGBA， 红色值、绿色值，然后 B 是蓝色值，然后这个呢是透明度这个是透明度。好，这个呢大家学美术的同学应该是相当了解的RGBA 这是四个值。好，我们现在需要创建一个红色，那么很简单，你可以通过调整这些值，或者是点单击这个，单击这个来干嘛呢？直接选一个红色也是 OK 的我们直接选一个红色，点确定。好，最简单的方式，我们创建了一个红色的材质球，然后先关闭它，我们可以把这个球给它给这个方块。或者是我们搞一个球吧，搞一个球体，这看上去会自然一点。好，我们直接给它来一个红色的球。好，最简单的颜色。另外，我们再看一下底下几个东西。这里有个值叫做金属感 ，metallic， 金属。如何让你的材质看上去更有金属感很强？点右键，提升为参数。这一个参数是一维的一维的0就是什么呢？完全没有金属感。我们选择1，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它的金属感强一点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们把它颜色稍微变一下，变成白色。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区别。如果为0.5的时候，它的金属感没那么强。如果0完全不像金属，然后给它一个1，可以看到金属感会强一点。当然，你这个地方呢也可以来一个更高的值，比如说10、100，但是呢没有区别它还是1的金属感。好，再下一个东西，叫做这个东西叫做粗糙度粗糙度。我们这样提升为参数，它的默认值变成0，可以看到0的粗糙度非常光滑，它像一个镜面镜面。然后呢，如果我们把它变成一个1，你也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磨砂面的金属。好，我们这里来个0.3左右吧，0.3左右的这个白色的金属。好。这样子呢，我们就创造了一个有基础颜色，然后调整了一下它的这个金属感，另外呢，调整了一下它的这个粗糙度的一个最基本的材质。好，刚刚我们讲了，如何改变
创造一个这个纯红色的材质，然后呢，我们还做了一个这个金属材质，然后看一下我们的命名啊，是 red matte、metal matte， 你也可以仿照这种方式来命名，知道它是个材质，然后呢描述的这个材质。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如何来创造一个这个自发光的材质。首先我们把这个球体复制一下，然后呢这一个我们复制一下，它叫做 light， 然后我们叫做 emit 的 matte 发光的材质，然后我们看一下，如何来创造一个自发光？我们把它给提升为参数，它发光的颜色，比如说我现在想让它发光红色，点确定。此时此刻它还并没有真正的很亮，对不对？可以看，我们可以出去看一下。我们把这个材质附到这个上面，它发光还没有发到很亮的状态。你想要发光更加亮丽一点，我们可以将这个红色的值超过1啊，超过1它就会很亮。我们来一个试试，可以看到它已经开始像太阳一样发光了。我们给它来个100，给它非常非常亮了。好，我们再出去看一下，保存。可以看到像一个发光的球啊，一个发光的球，而且它的这个光线会影响到我的人啊，影响到我们的物体。好，这是自发光材质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下如何创建一个带纹理的材质啊。我们首先来个木材吧，创建一个新的材质。我们给它取一个名字，叫做 Wood Material。打开它，好，可以看到呢，这个基础节点在这个地方。我们呢需要找几个纹理，找几个木材的纹理啊，找几个木材的纹理。在内容里面选择 Wood。好，我们找到的呢，实际上是这个初学者包里面啊，这个初学者包里面 Starter 那个 packet 里面的几个纹理。我们可以看到木材，我们用这个吧，这个 wood pine 和 wood 这个 pine 的法线和这个 diffuse。好，我把这个2个纹理拖进来，于是呢，它就产生了2个节点，叫做 texture sample。这个 texture sample 就是这个纹理的采样啊 ，sample 是采样样本的意思，非常非常简单。进来以后呢，我们连接基础颜色啊为木材，然后呢将它的法线贴图连接到它的 normal， 就可以得到了一个木材的材质啊，木材的材质。但是呢，没有这么没这么简单啊，我们再给它来一点点新东西，什么东西呢？学一点点一个叫做一维的一维，我们按下键盘上的1，然后点一下鼠标的左键，就会可以产生一个一维的常量。我们把这个一维的常量呢连接它的这个粗糙度，我们就可以将这个变成0.6，我们就可以将这个木材呢稍微抛光一点点，0.3，好，抛光了一点点。好，这个叫做一维的常量。同样的呢，我们也可以创造一个2维的，按下键盘上的 R 然后点鼠标左键，它就可以创造一个2维的，也可以呢3维的 RGB 这个是 RGB， 然后呢也可以4维 RGBA RGBA， 好，按下4。好，这个是用来产生一个这个常量。还需要我们做一个什么事情呢？我们现在想让它的这个 UV 变化一下，在这一个节点上面，我们可以怎么呢？连接一个 UV 的，看一下，用叫做 texture coordinate
coordinate。好，用它呢就可以改变 UV。我们再连接到这个地方，我们可以把 UV 变成我们是在10乘以10，就可以看到很密啊。我们稍微变小一点，2乘以2，好闪一点。然后呢也可以变成0.5乘以0.5，这样子这个木材呢就很松了，很松。好，或者呢你也可以这么来，按着键盘上的 U， 然后呢点鼠标的左键，也可以创造一个这样的节点啊，也可以创造这个节点，然后把它给连起来，把它连起来。同样的啊，如果我要改变 UV 乘0.5的话，我们的法线实际上也是需要，对不对？法线也需要把它改成法线的 UV 也改成0.5乘以0.5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就我们创造了一个这个木材材质啊，然后另外呢给它来了一个1维的这个常量啊，通过键盘。当然也可以通过鼠标，在空白处我们选择叫做 constant， 也可以创造一个这个1维的常量啊。可以看到这个地方的 constant 啊，有2维、3维、4维啊。好，这个是创造一个木材材质。好，我们刚刚创建了这个木材材质以后呢，我现在想玩一个这样的东西，就是创造一个这个木材的实例，然后可以对它进行参数的修改。好，这句话如果你听不懂没关系啊，先不急，我们先把它断开。把这个断开，我们玩一个什么东西呢？现在我们的 UV 我们把它改成1乘以1，我拖出一条线啊，拖出一条线，我们打一个乘法，这个叫 multiply， 打一个乘法。好，乘法出现以后，我们这个地方来一个1维的常量，按住1点鼠标的左键，连接起来，把这个常量呢转换为参数，这个参数的名字叫做 UV 的 multi，UV 的这个乘数啊 ，UV 的乘数。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再把它连起来。现在这个常量为0，我们把它改为1，可以看到现在 UV 1乘以1还等于1，对不对？乘法还等于1，所以呢，现在传过去的是1乘以1的这个 UV。如果我现在把它的参数啊，把这个值改一下，改成10，可以看到它变更密了。我也可以把它这个乘法改成0.5。它就变得更松了啊，变得更松了。好，我们通过这种乘法的方式来改变 UV。好，你这么看上去好像没啥意义，对吧？没啥意义，这加乘法为什么不直接改这个地方呢？好，这个UE4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功能啊，这个功能就是它可以将这个材质实例化。什么叫实例化呢？我们把这个东西先留在这个地方，我们保存一下。出来，好，到这个我们找到我们的这个 material 目录。现在我找到了我的这个木材啊，我们刚刚创建的这个木材材质。我点右键，这里有个叫做创建材质的实例啊，回车。于是我就依照着这一个材质创造了一个跟它一模一样的材质，干什么用呢？我们进去双击，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有一个参数。叫做 UV multi， 这个是我们刚刚在这个地方设计的这样的一个参数，对不对？我可以通过它调整它的值，可以看到，可以把我们的 UV 来进行调整啊，可以把 UV 进行调整。OK， 那明显这里法线呢有一点问题啊，法线的问题，所以呢 normal 有问题。是因为normal 它也需要对 UV 进行修改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把这一个呢也连起来，啊，也连起来，同时修改它们俩的 UV。点应用，然后到这来，可以看到啊 ，UV 现在正确了。我们呢通过改变这个 UV multi 的值啊，来设置一个木材的实例。我们调整到大概这个位置，觉得还不错。所以呢，我们就可以啊，我们复制一个球。我们可以把这个球实例传给他，另外再复制一个球，然后这个球呢，我希望它的这个木材稍微再松一点，我们呢可以
创建一个新的实例，又创建一个新的实例，同样还是这个木材，然后这个实例我们取名为2，然后呢将它的这个值稍微好乘以一个0.6的系数，所以呢我可以把这个值传给它，可以看到我用了同一个木头材质创建了2个不同的，我就不需要创建两个木材材质了，而是我用它只是调整了其中的一个参数啊，因为有的时候我这个地方是需要啊稍微改动一点点值，这个地方呢可能就是也只是改动一点点值，所以我们不需要创建2个材质，而是创建这个木材材质的叫做实例啊，可以看到这2个木材呢是不同的。好，我们来刚用这个 UV 来乘以一个系数，可以放大或者是缩小这个 UV 啊。这1×1呢，就通过这个系数来改变，比如说乘以10呢，就变成10×10。但是 UV 可不可以来进行加减法呢？我们可以试一下啊，看一下，按一下 U， 然后在这个地方左键，然后呢来一个加法，我们打一个加。好，看一下这个加法的含义是什么。我们呢给它提升为参数，然后传给这个 UV。我们暂时不管这个东西啊，乘法我们暂时不管。我们看一下这个加法。好，保存之后呢，在这边多出来了这里一个这个 B 的这个选项啊 ，B 的这个选项。把它打开以后呢，我们看一下，如果我们选为1的话，就是在 UV 上加一个1，好，它是这个样子。我们加2呢，加2，加3呢，好，没有变化，我们再保存一下啊，看看什么问题。OK， 可以，加2，加3，加4，加5，好，发现没有变化，为什么呢？是因为如果我们现在加 1.01， 可以看到这个往上面走了一点点。如果呢 1.02， 它又往上面走了一点点。1.03 就是斜着往上走，所以加法在这个地方起到的作用是什么？将 u 和 v 平移，对不对 ？x、y 平移。加一个数呢，就是斜着移；加2个数就是横着或者纵向移。好。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应该来怎么来看一下啊？用一个叫做 append 是添加或者是将2者融合，将2个 a 和 b 融合。所以呢，我们可以这个地方可以来一个提升为参数 a， 然后这里提升为参数 b， 我们把它取名字叫做第一个 x offset。然后 y offset， 好，我们把它的这个值，放在这个地方。我们再来看一下，我们用了一个 append， 将这个 x、y 组合成一个2维的，跟我们的 UV 相加，看看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。好，把 x、y 打开，可以看到，如果我们调整 x 它就在旋转，就左右平移。如果是调整 y 呢，可以看到它在上下它在上下。所以，我们 UV 的加法UV 进行加法就是对 UV 进行平移，好，如何把这个东西呢也联系起来？我们把这个去掉，把这个相加的部分同样的还是相乘，然后移到上面来。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先对它进行平移，平移完之后，同样的让这个系数还是可以用好，我们的应用我们来看一下 ，UV 我们可以放大缩小可以放大缩小，也可以呢。对它进行平移，上下左右移动，好，所以呢，这个就是我们的 UV 的加减法，然后我们用这个 append 来组成两个，
同时呢，这个乘法还保持有效，我们就创建了一个这个可以进行由 x、y 和 u、v 同时调整的这一个参数。好，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这样做的好处就是我们可以用一个材质来创建很多个不同的实例，然后来让我们的这个木材让我们这个材质更加丰富一点。所以我们现在又可以创建一个新的，我们把它复制，我们把这个新的附上去，然后呢给它稍微移动一点，然后呢 UV 变成稍微高一点吧，4，然后呢转动一点，好，就可以看到我们用了只用了一种材质，但是呢做了好像3种细看是不同的这个材质球我们把这个再加高一点嘛，再加高一点，看上去更加区别大一点。可以看到这个呢更加细纹一点，然后这个更加粗一点这个中间。好，我们只用了一种材质，做了3种不同的实例。好，我们再来看看如何做一个石材的材质刚刚我们一直创建木材，然后调整这个木材的 UV。我们来有点腻了我们来创建一个石材吧。在这个 Materials 的目录里面，我们创建一个新的材质，给它名字叫做我们创建一个 Marble 吧。Marble 就是这个什么大理石的材质 ，Marble Mat。好，把它呢，我们把木头先关了，保存一下。好，把 Marble 拿出来。同样的，我们还是用那个 Start Content 这个里面的这个 Marble 的材质。OK， 我们找到了这个 Marble， 它就只有一个纹理是一个 Diffuse 的纹理。我们把它拖进来。好，拖进来以后呢，我们对它进行一个简单的连接。好，可以看到这个 Marble 的这个材质出来了，我们给它来一点点这个抛光吧。按住1，点左键，给它粗糙度给它连接一下，然后抛到这个0.2左右，点2左右。好，这个抛光的这个还可以。好，我们现在需要做个什么事情呢？给这一个材质给这个纹理来一个叫做乘法的东西。思考一下，什么叫做材质这个纹理，我们来乘以一个什么东西呢？我们把它提升为参数。不对，我们来一个按住4，然后点左键把它连接起来，乘以一个这个4维的 RGBA 这个东西。这个大家都应该很清楚我们呢可以通过比如说先来个白色，然后发现它并没有任何变化，我们还没有连接我们连接。好，我们这个地方这里是 RGB 是3位的，然后这里是4位的，所以呢这一个乘法就出错了，对不对？你不能4位的乘以3位的。好，这一个呢是不允许的，所以呢我们需要一个按住3，然后点这个地方来进行连接。好，我们再来试一下把111把它变为白色。好，发现呢没有任何变化。如果我们现在给它乘以，我们把它的红色去掉，可以看到它就一旦有了颜色这个纹理乘以一个颜色就会变成什么？它就给这个大理石给着色了着色了。所以我们把它转化为参数这个时候呢，参数呢这个是 RGB 值，这个 R 值、G 值、B 值，然后这个是 RGBA 值4维的，所以呢，我们连接这个3维的连接这个3维的和这个3维的相乘，把它变为参数，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对它进行实例化了。还是把它变为1默认情况下，它就是普普通通的这个大理石。但是呢，我们先给它来个材质球，放在这个地方。好，我们将我们新创建的这个材质球创造一个什么材质实例。
创造一个材质实例，双击进去，我们就可以给它来一个什么着色啊？我们这个名字没有取啊，这太难受了。我们把它改成叫做着色，然后应用。这个时候呢，这个地方着色你们可以打开，我们可以对它进行让这个大理石来一点点深色的大理石，太深了。然后呢，给它来一点浅蓝色，不行，浅绿色也丑，挺丑的。好，就来点这个颜色吧。这个吧，再来深一点。好，这样子呢，我们就可以通过一个值，然后让我们的这个大理石的这个实例来创造出呢不同的感觉。好，这个是我们的这个乘法啊，注意是纹理乘以一个三维的颜色。好，看完这个大理石纹理之后，我们再来玩一下颜色吧。颜色，我们把这个红色的材质复制一下，把它改成一个叫做 Color Matte。好，一个叫做彩色材质啊，但是目前呢，它还是不能调色的。进去，这是我们之前的这个红色。我们现在呢玩一个有趣的东西，就是颜色相加，颜色的加减乘除应该怎么玩？那这个呢，我们先把这个去掉。首先，我们来一个三维的常量啊，我们按着3点左键就可以，然后我们将它相加，然后传给这个基础颜色。首先，我们让这一个 RGB 值让它首先变红色，然后这个呢变蓝色，红色加上蓝色变成了什么色啊？变成了紫色啊！我们为了验证一下这个到底是怎么来的，我们这个地方我再加一个这个三维的常量。我让，好，这个 XYZ 三轴，我们成为 RGB 三个轴啊 ，RGB R 加上这个 R 等于1，中间的0加上0等于0，然后这里的0加上1等于1，所以可以看到101呢就是紫色，同样的，你也可以做减法，我们把加法删掉，我们来个减法试一下。红色减去蓝色等于红色。好，为什么会这样？你看，1减去0等于1，对吧？1减去0等于1，0减去0等于0。第三个值出问题了，是因为0减去1等于-1，负1在颜色里面啊没有了，我们最小只能是0，所以呢，它就是产生了一个红色，乘法一样的。你可以直接判断得出，红色乘以蓝色等于还是什么呢？1乘以0等于0，0乘以0等于0，0乘以1等于0，所以它就变成了000，对吧？所以变成了黑色，啊，变成了黑色。你看这个变成黑色。除法也是啊，这除法可能会出问题。好，除法呢一样的也是变成了一个黑色。不对，1除以0啊，除以0呢，按道理是不允许除的，但是它这里得到的是1啊，然后0除以0没有，0除以1等于0，所以它得到的是一个这个红色啊，红色。好，这个是这个颜色的加减乘除啊，这一部分呢其实想的还是比较简单的。我们做了这一个颜色的加减乘除啊，意义不是太大，但是当然还是在很多情况下是会使用得到的。不过这里呢，是为了介绍一个新的东西，我们把这个加减乘除先删掉。有一个东西叫做 lerp。好，这个 lerp 是什么意思呢？
这个 loop 叫做 linear interpolate， 叫做线性差值。好，第一次听到这个词的时候会有点晕啊，但是不着急，我们慢慢来解释。啊，首先我们来一个一维的吧，我们来一个一维的，来两个，然后呢，这个为0，这个为1，这个为0，这个为1，我们把它连起来。为了更加明显一点，我们把它从0到100吧，看看这个线性差值是什么意思。然后这有个阿尔法，这个阿尔法啊，这个阿尔法，它的值就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提取出来一个参数啊，这个值就是用来控制这两个数的啊，用来控制这两个数的，我们可以让它输出到这个。好，现在阿尔法为0，所以它的值为0。如果现在变成了一个0.1的话，它这个值马上就变成了1啊。但是这个地方，它没有一个 print， 我们这个地方为了怎么样显示呢？怎么显示呢？我们把它这个地方再除以一个100吧，好不好？除以100，把这个这个先断开一下，然后连接它，我们把它除以100。好，这样子呢就能够得到一个比较正确的值。现在我们如果输为0，它这个地方黑色；如果我输1，它就变成了白色。然后我输0.5呢，比如说0.3，它就会是灰色啊，灰色。0.8会更加白一点。好，这个什么意思呢？也就是说，我取0.8的时候，从0到100， 0.8的位置是什么？就是80，对不对？如果我取0.1啊，我取0.1，0到100，0到100之间，0乘以一个0.1是什么？就是10，对不对？所以，当我们拿到10除以100的时候，这个地方就得到了0.1啊，除以的0.1，所以呢，它是个这种深灰色。好，这个是线性差值的意思。当然我这个地方肯定不是用作0和100，应该是怎么用呢？比如我现在想要来一个红色到蓝色之间来取一个值啊，这里除以100我们不要了啊，到这里连接到这里，你看我现在是0.1还比较红，我现在0.2，它就慢慢的红色变紫色了，我0.5它就非常紫了，然后到0.7它开始变蓝，然后0.9很蓝了，然后我如果变成1，它就彻底变成了蓝色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从0到1，也就是什么呢？从红色到蓝色之间啊，我们把它分成了从0.1啊，当然你可以更小，0.01也行，0.1就是很红了。好，把它通过这个值来控制由红到蓝。好，我们呢这个地方可以来试一下。我们把它默认值呢为0，就是默认值它是个红色。我们保存啊，这是一个参数啊，就是这是一个参数。这个阿尔法值呢，我们叫做 color， 就是 color 吧。啊，我们保存一下，我们创建一个这一个的实例。所以呢，我就可以通过什么？通过这个颜色，可以看，我可以从红色调成蓝色，但是再高也没用，它只会是蓝色。然后呢，再由蓝色变成红色，所以这个就是差值的作用啊，这个线性差值的作用。但是如果我们用线性差值调整颜色，似乎没啥意思，对吧？似乎没啥意思。但是呢，我把颜色删了，我们玩点好玩的东西。我们按住 T， 按住 T， 点左键，我们就可以插入这个纹理的这个 sample， 纹理的这个采样的节点。我们选择一个纹理，首先我们来一个艳丽一点的颜色。
然后呢把它连起来。第二个，我们给它来个这个石头的纹理，来个这样石头的纹理，然后呢把它给连接起来。好，这个地方呢我们给它来个0.5。来个0.5，可以看到它既有一点点石头，也有一点点这个彩色的这个方格，对不对？这个石头是有一个 rough end 的，所以呢，我们给它来一个 rough end 啊 ，rough end 就是它的这个法线啊 ，rough end 哪里呢？你应该搜索一下啊。OK， 分，然后呢，给它的法线来一点，会有一点点奇怪啊，这个会有一点点奇怪。好，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先这样啊，我们先删掉，先不用啊，我们就这样子啊，然后连保存。点完保存之后呢，我们再看这一个材质的实例，我们给它附上去啊，把这个材质附上去。还没有这个 lip color 啊，这个我们把它给保存一下，把它转，是参数，但是这边为什么color 出来了，已经出来了，我没看到啊，刚刚。好，现在呢我们是0，我们可以从0慢慢变成那个石头啊，变成石头，然后呢也慢慢变成这个样子，所以呢我们可以创造一个这样的，再低一点，粗糙度再高一点，好，这样的一个彩虹石头啊，做了一个彩虹石头。这样呢，我们就用了2个纹理，然后将它又使用 lerp 啊，使用这个线性差值来调整了2个纹理。OK， 刚刚呢我们做了这个融合，刚刚我们其实加了一个这个法线啊，我们还是把法线给加进去。这个地方选择 rough 这个啊，这个法线。把它连接到 normal， 可以看到呢，这有一点点奇怪，但没有关系啊，没有关系。我们呢，想想看，怎么用这个 lip， 怎么用这 lip， 按一下 L， 啊，点鼠标左键其实也 OK 的，来控制它的这一个 normal 的强度啊 ，normal 的强度。我们把这个 RGB 放在这里，我们把这个人连到 normal， 这是最强的状态，是这个样子。然后再来一个3维的常亮，我们把它做成蓝色。这个呢就是完全没有的状态啊。我们是从这个到这里，对不对？我们就是从蓝色到这个法线很深的状态。所以呢，我们这个地方再来一个参数，1维的参数，我们连接起来，把它提升转换为参数。这个参数的名称叫做这个叫做什么呢？叫做normal 的强度 ，normal power，normal 的强度。好，我们保存一下，可以看到这个球啊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材质球，多出了一个这个 normal 的强度啊 ，normal 的强度我们来通过调整它，可以看到，啊，也可以成为负数。让它这个 normal 变得很强，让 normal 呢变得没有。好，也是通过这个 lerp 这个线性差值来完成的啊。可以看一下这个地方，从平的啊没有这个 normal， 一直到有 normal， 从这个到 A 点到 B 点，然后呢我们用一个数从0到1来控制啊，从0到1来控制。好，我们继续再来看，我们把它再来变高级一点。怎么高级呢？这里有个金属，对不对？金属值、金属感，
我们把这个金属感呢加一个开关啊，开关还记不记得我们之前讲于是的这个入门教程的时候，开关就是什么 true 和 false， 我们称为布尔值。所以呢，我们的参数里面也会有一个叫做什么呢？静态布尔的参数，看见没有？静态布尔的参数，这个参数，我们把它叫做 is metallic 啊，我们把它设为一个这个，然后呢，把它分个组吧，分个组，组的名字叫做 metal。我们应用一下啊，我们先不连接它，我们先应用一下，我们就可以看到，在我们的这个实例里面，在这个实例里面，我们参数组没有看到啊，等一下是不是？对，没有出来的话呢，我们把它给做出来啊，我们先把它，我们加一个叫做 static switch， 好，这个 switch 我们把它连上，就是这个值如果视为 true 的时候啊，这个值如果视为 true 的时候，我们呢就来一个一维变量，来个一维的，把它设为1，如果为 true， 它就是个金属，1就是金属，对不对？我们再来个一维，如果为 false， 它就是个什么呢？它就是0啊，就不是金属。所以呢，我们连起 metallic， 我们应用一下。我们把这个参数分一下组啊，因为都在那个没有分这个组叫做 metal， 保存。好，我们再次打开这个，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多出来一个 metal 组，我们把它打开。如果我们选择勾选它，可以看到它就是一个这种金属的球，然后我们把它取消掉。它就是一个这个非金属的球。这个地方我们再把它弄高级一点，就是这个值是可以控制的啊。这个如果是为金属的话，这个值是可以控制的。所以呢，我们把它转化为参数，然后这个参数的名字叫做 metallica power， 就是金属的这个值，金属的力度。好，把它变为参数，这个参数是可以调整，它默认为1啊。然后呢，我们分组也分到这个 metal 组，点应用。好，可以看到，如果我们把它打开，这个 power 就会出来；如果不打开，它是不出来的啊。好，打开以后呢，我们就可以调整它啊，不太金属，然后呢变得很金属。好，这个呢就是通过这个 true false 啊 switch， 这个是我们在蓝图里面也是经常会碰到的东西啊，来判断这个 true false 的值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下如何，我们再添加一个新的材质吧。我们添加一个叫做 concrete 的材质选择材质 concrete。这个叫做什么去了？这个叫做混凝土 ，concrete 混凝土。好，相同的方法，我们呢找一下这 store content 里面的这个 concrete， 我们用它的这个纹理，用这个吧 ，concrete pod， 对，用这个 concrete pod。好，我们呢将它连到基础颜色，然后将它连到 normal。好，我们的这个地方就不调整这个 normal 的这个强度了啊，就直接使用看这个。好，然后我们拿这个材质保存一下。我们创建了一个这个混凝土，混凝土呢通常，我们拿一个小方块出来，我们拿这个方块，然后给这个混凝土来创造一个材质的实例，然后把它放进去，造了一个这个混凝土的小砖。好，这个混凝土呢，我想让它有点脏的印子在上面啊，就更加脏一点，更加随机的脏一点。
我们看一下怎么来给它加一个脏东西啊。在这个书写者包里面 material， 我们呢直接用它的一点东西吧，我们随便进入一个这个它的材质，然后在这个它的材质的这个上面啊，它的上面有一个叫 macro textual variation 的东西，然后我们把它给复制，然后关了，然后进到我们的这个 concrete 材质里面，上面这一部分啊，就是它添加一些这种随机的这种纹理在上面。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其实我们其实比较好懂的啊，用3个纹理啊相加了 0.5， 然后呢来放到这一个 lerp 啊，放到 lerp 里面，然后我们来进行看一下怎么来，我们乘以我们的纹理，对不对？就将它融合在一起了，然后呢再连接。好，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一个 concrete。好 ，concrete 呢就有一点这个脏东西在上面了，但是呢，如何让它可以随机变化呢？这个地方我们看一下啊，随机变化，这个值，我们把这个值，我们加一个一维的，然后连接这个值，然后把它变为参数。这个参数我们称为叫做什么呢？macro contrast。好，有了这个值，我们再来看一下啊，调整一下我们的 material concrete instance。好，我们就可以调整它的这个 macro contrast 来产生啊。让这个颜色产生对比度不同啊，太过了，产生不同的对比度。好，同样的一个材质呢，我们复制粘贴，然后我们这个地方也创建第2个材质，然后加上去。我们呢可以，你看可以把这一个值变得稍微高一点。好，这个。好，一个呢就是有脏印子，一个是没脏印子啊，很容易控制。我们是不是还可以改变它的这个 UV？ 还记不记得我们之前讲 UV？ 是不是我们这个地方也可以改变它的这个 UV 的这个 XY 的平移，对不对？来让它随机产生更多的脏东西啊。好，这个是加一点脏东西上去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如何。获取这个大量的免费材质啊，还包括模型。第一节课有讲过，就是有一个这个样子嘛，就是 Quixel、Bridge， 当然还有那个 Mixer 啊 ，Mixer 是用来做材质的，这个呢是 Bridge， 它里面有大量的这个材质，大家可以直接去它的官网去下载，而且是免费的，用那个 UE4的账号可以直接登录啊。可以看到，我们随便可以看看它的这个材质，非常非常多，而且。有影视级一直到这个游戏都有啊，各种，比如说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混凝土，对，比较多，而且呢，它里面还包含了这个，可以看一下它大量的这个3D 的模型啊，也是免费的，可以直接下载。而且它最棒的地方呢。就在于它模型，然后表面分好了各种类，然后里面还有这个贴花，啊，贴花我们暂时还没有讲，完之后我们会详细研究讲一下这个贴花，就是让你的世界呢变得更加丰富。好，内容呢非常非常丰富，大家可以自己下载去看一看。然后呢，还有一个很棒的地方啊，它比如说我现在已经下载好了的某一个。材质，我怎么样导入到 UE 里面呢？非常非常方便。这个地方有一个 Export， 看到没有？我下载好的有个 Export， 我只需要点一下，它就自动帮我呢导入到这个 UE 里面去了啊，自动导入到 UE 里面去了。你第一次装好以后呢，你的 UE 这个上面会有个 Mega Scans 啊 ，Mega Scans，
通过这一个呢，就可以啊将这个 Bridge 里面的各种材质，这里面超过啊对14000多种，而且都是非常非常高清的。好，就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导入。然后导入，因为它的这个材质，我下的是8K 的材质啊，所以导入的时间会稍微久一点点。好，导入成功，可以看到既有材质啊，既有材质，我们可以直接拿来用做好的材质。然后呢，也有各类贴图啊，各类贴图都已经全部帮你准备好了。好，非常棒的一个这个软件。好，你通过这个 Bridge 导入大量的这个材质之后呢，我们再来玩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，就是做一个超级主材质啊，它可以适用各种材质。实际上就是把我们前面从第1节课讲到第12节课的内容啊，我们把它合并起来做一个超级主材质，看一下怎么来做啊。它作用非常非常大，所以呢，会有一点长啊。点右键选择材质，给它取一个名字叫做 Master Mat。这已经有了吗？啊，对，我已经建好了啊。Master Mat 一个空材质，进去以后，同样的我们呢，还是以某一个材质开始吧，这样比较容易看到效果。我们来一个，我们拿 Marble，这里呢有个2K 的这个大理石。我们拿这一张图，看看其他的，这张也行吧，我们就拿这个 Color， 然后呢 Normal Roughness。好，这3张图，拿这3张图导进来。导入来以后呢，我们把这3张全部转换为参数，然后给它取一个名字，这个叫做 Diffuse。然后呢，这个也转换成参数，这个叫 Normal。好，这个呢，也把它转换为参数，给它取名字为 Roughness。我拼错了啊，没有那个 T。Roughness 看上去怎么怪怪的。OK， 对的。好，我们把它连到这个基础的颜色 ，Normal 呢连到这个 Normal， 然后 Roughness 连接到这个粗糙度，连接到粗糙度。好，可以看到呢，就很快的速度，我们创建了一个材质。第一个内容，我们需要让它的 UV 可以随意调整啊，在我们这个材质实例里面，还记不记得我们怎么来创作？首先，我们按下 U， 出来这一个东西。让它可以乘以一个系数，对不对？我们首先是调整 UV 的这个大小啊，让它乘以一个系数。我们这个地方打个乘号，乘号。然后这一边呢，乘以一个系数，我们就是按一下1，然后点鼠标左键，我们就可以出来一个，把它转换为参数。好，这一个参数呢，我们叫做 UV Multi，UV 的这个层级。好，分别来控制这3个，对吧？这3个。好，我们 UV 默认值呢为1，为1。好，然后让这个地方分组啊，这个材质我们在那个材质实例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分组，这个分组为 UV， 这样子会更加整洁一点。好，有了这个以后呢，我们还需要调整这个 UV 的 X、Y 的这个位移，对不对？还记不记得？我们先需要一个第一个1维的常量，第二个2维1维的常量，我们把它转换为参数，然后呢，给它取个名字叫做 X Offset
然后呢，这里为 y offset， y offset， 然后将它们干嘛 ？append， 对吧 ？append vector。uv 的加法啊 ，uv 的加减法就是对它位移啊，所以呢，这个地方我们用加法来实现这个。位移完之后，再来进行乘法，对不对？再来进行乘法，这个时候我们的 uv 就可以被控制了。好，我们来看一看，保存一下。我们给它回到 material， 我们呢找到这个主材质啊，找到这个主材质，我们给它创建一个实例，然后我们给这个实例的名字取一个叫做 marble 啊，主材质的 marble。好，进来以后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啊 uv 这个地方哦，我们的这两个参数也要把它归到 uv 这一组里面去啊，归到 uv 这一组。就可以看到，这个时候 UV 可以调整，对吧？可以调整它的大小，也可以呢进行位移。好，另外呢，这三个 diffuse、normal 和 roughness， 我们也是成为参数，我们把它取一个名字啊，我们把它分个组，这三个分到这个 texture 组。texture 组，好，保存。好，可以调整 UV， 也可以调整它的材质。我们这里可以尝试一下啊，我们把它放到这边来。如果我现在不想让它成为这个大理石了，我也可以让它成为，比如说像 wood 啊，我们给它来一个这个。wood diffuse 来这个地方，然后 normal 来这个地方，它也很快的速度可以成为好，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没有 roughness 这个贴图，我们呢就可以很快速的可以成为木头。然后呢，这个木头材质呢，我们也可以快速的调整 UV 啊。然后呢，左右上下，好，这种还是好，先复原。有了 UV 之后，我们来第二个东西。好，我们先复原啊，把这一个实例，我们还是回到主材质，把我们的实例打开，放在这里吧。不是这一个，应该是 master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下如何对材质进行着色啊。我们呢也把它设为一个长期的一个这个参数，可以放在这个地方。应该用什么呢？应该用乘法，对不对？这个地方应该用乘法。好，我们连到下面这个地方，然后上面着色呢，我们来按一下这个4，按着3啊，按着3，然后在上面点一下，然后将它的这个节点连到这个 A， 好，把它转换为参数。这个地方呢，我们给它用英文名吧，叫 tint， 因为前面这个地方我们都是用的英文，对吧 ？tint 着色，这个地方呢，我们给它一个分组。同样的，我们给它分一个组，那么这个组的名字就叫做着色。好，我们再保存一下，看到这一边。还没有连啊，应该是连到这个地方。然后给它一个默认值，默认值呢为111，就是不做任何色啊。好，看到这个地方，我们的着色就已经 OK 了。我们可以直接给我们的这个大理石呢进行一定的着色。好，着色完成以后，我们继续再看。
这个地方我们干脆全部还是用中文嘛，因为大多数同学呢还是用中文可能习惯一点。我们这个地方改成 U 偏移，全部用中文。我们改一下啊 ，V 偏移，然后所有的参数啊，UV 的倍数。然后呢，这个 normal roughness diffuse 这个我们就不改了吧。对，这个你下到的材质基本上都会有这几个。这个呢，我们改成为叫做着色。啊，全部用中文。组呢也改一下，着色。然后这个 UV 的组我们也改一下，哦，就叫 UV 啊 ，UV 不用改了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下。用 lerp 啊，记不记得线性差值来更改这一个 normal 的法线的强度啊？添加一个 lerp， 按下 L 啊，按下 L 点鼠标左键啊，它就会出来 lerp。然后呢，把我们的法线的这个贴图，我们连在这个 B 上，再添加一个这个三维的常量，把它转换成参数，我们给它取个名字叫做 normal 强度 ，normal 的强度，然后呢连接在 A， no， 这个地方错了啊，重新来一下，按着3，然后呢给它一个最弱的最弱的就是什么呢？纯蓝色，然后连到 A。这最弱的是 A， 最强的呢就是 normal 我们的这个贴图到 B， 这个地方我们先断开一下，然后呢让它连接到 normal。好，用这个值，这是我们需要设置的这个参数，对不对？我们把它给提升为参数，提升为长度，这个呢我们叫做 normal 强度 ，normal 强度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，把它分组改一下啊 ，normal。好，我们呢把这个分组为 normal，OK， 分组 normal 也行。好，我们到这个地方再来看，就可以看到。normal 的强度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呢就可以用它来调整，可以看到过于强了或者是呢让它很平滑。好，这个是法线。我们再来看一下 roughness 这个粗糙度的强度，同样的也是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调整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这个 roughness。我们呢也把它放在，我们也是这样子来一下，连到 B， 然后上面呢我们把这个先取消掉。这个地方我们还用乘法，我们用乘法更加科学一点，就是用它的 RGB 值来乘以一个我们需要调整的这个系数称为这个 roughness 强度，然后将这一个强度呢连接到这个粗糙度，通过这种方式然后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先试一下这个 roughness 没有分组的，可以看到可以更改它的这个粗糙程度。好，但是这个地方有一点点问题，是我们这个 roughness 如果过的时候就是有点实际上没用了，而且有点超过这个值，所以呢，我们用一个新的东西我们称为叫做什么呢？叫 clamp。我们把它拖出足够多的空间出来，
这个地方断开一下，我们给它加一个新的东西啊，叫做 clamp。clamp 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给它限定一个范围，这个范围最小值是多少，最大值是多少，你可以设定啊。比如它默认最小值是0，最大值是1。有了这个范围之内，在这个范围之内进行变化啊。然后呢，这样子呢就更加科学一点，它不会超过它的这个最高值。我们来再看一下这个东西。好，这样子呢，它更加就不会超过了啊。好，有了这2个值以后，我们呢甚至还可以把这2个值也变成参数啊，也变成参数。怎么做到？怎么做呢？我们把这个值提升为参数，这个值提升为参数，让它们俩也可以被设置。第一个值呢，我们叫做 roughness 这个最大值。roughness 的最大值啊，这个是最小值啊，第一个是最小值，把线拉开，拉清楚一点。第一个是最小值，然后第二个呢是最大值，这样子呢，我们又可以对它进行，然后给它一个默认的啊，我们都把它放在 roughness 这一个组里面。都放在 roughness 这个组里面。另外呢，给它一个默认值，最小值为0，最大值为1。好，我们保存一下。这样子呢，我们这个主材质又更加强大了，可以调整啊这个最大值和最小值，然后呢调整这个粗糙度。好，我们继续再看，我们有了这个法线的强度，我们把这个地方还是有点交叉，我们看拉开一点啊。又有呢这个的 roughness 的这个强度，粗糙度的强度，然后这个 diffuse 呢，也可以着色了。我们呢还需要干些什么？哦 ，metallic， 我们给 metallic 是否是金属感啊？是否是金属？我们给它来一个开关，还记不记得用什么东西啊？用这个叫做布尔值 ，static 布尔。这个呢，我们给它取名是否是金属吗？给它打个问号。如果是金属，我们来一个这个叫什么 ？static switch 啊 ，static switch。如果是连错了啊，这个地方应该是连到这个 value 这个地方。如果是金属，我们把它放在这里。如果是金属的话呢，我们就给它来设定这个金属的值。好，我们呢来个1，按下1，点左键，点为 true， 然后再按一个1。如果是 false 啊，它就肯定视为0，对不对？如果视为 true 的话啊，这个地方我们提升为参数，这个叫做金属的强度，金属强度。好，把它分为一个组，叫做金属。然后呢，这个也分为叫做金属。这几个组，我们看一下刚刚看到组，这几个组我们把它分一下，分为叫做纹理。好，我们再保存，再来看一下。我们这个材质呢，母材质又高级一点，可以把它变为是金属是金属。然后呢，金属的强度你可以调为，看，比如说这个1是最强的啊，那你还跟，然后呢0。好，我们默认值把它这个金属的强度的默认值，把它变为 0.5 吧，0.5，最小值为0，最滑条最大值为1。好，这样子呢，我们就
创造了一个，比如说我们点开啊，第一次点开的时候，它的默认值就是0.5啊，你也可以把它呢变强，或者是呢变弱。看一下为什么？这个地方我们先不管它啊，我们金属强度这个地方不管它，回归默认啊，就0.5好了。好，到了我们再进去看一下，到这一边，我们呢就可以来设定它是否为金属。复原一下啊，0.5或者是呢1，或者是0，好，0.1都可以来设置它的这个金属强度。好，我们关了，再继续往下面看。我们还需要给我们的这个材质来加那个随机的那个印痕啊，脏东西。我们看一下来怎么实现。首先，我们还是用我们之前这一个材质的上面这一部分，没有考，不是考这个是吧 ？OK， 我们用我们的这个 Store Content Materials 里面，我们随便找一个材质呢，在它的这个上面有这一个随机印痕。好，我们把它给复制粘贴到这个地方了，到我们的主材质上来，上面一点点啊。然后怎么运用呢？我们之前是调整的这个对比度啊，调整对比度。这次我们给它调一个，先让它，我们先让它有痕迹再说啊。我们呢先来一个乘法，将这两者融合起来，然后呢连接到基础颜色。好，可以看张的这个印痕已经上去了。现在呢，我希望我们这个印痕是可以进行调整的，对吧？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印痕的来源啊，印痕的来源在这个地方。我们让它的 UV 首先可以调整，它呢乘以了一个固定的这个系数啊，这个值呢尽量随机，呢，所以我们就让它来一个1维的一个值，然后连上去，然后这个值呢默认我们先把它转换成参数啊，转换参数，这个参数的名字叫做印痕，随机印痕，的系数的 UV 系数 UV 倍数，随机印痕1 UV 倍数。我们这样吧，我们把它分组，随机印痕1，然后的 UV 倍数，最小值呢为0，最大值我们不要让它太大了啊，让它我们就最高0.8。这个地方会重复啊，这个地方UV 倍数，我们呢叫做随机印痕2，然后这个地方再来个 UV 倍数，这个地方为随机印痕3。好，默认值呢最好是不要让它来1，看1是太多了啊，我们给它这里来个0.002，这里给它来个0.05，这里给它来个0.01。还不太正常啊，我们把这个值再小一点，0. 把这个值变小一点，第三个这个值，把它变成0.002。好，这样子呢，我们就。这又犯了个错误啊！这三个是一样的了，这3个都是用。我们注意 UV 这个地方，我们怎么来改一下呢？还是得要加 UV 倍数，把它改为随机印痕1 UV 倍数，然后这个地方改为随机印痕2的 UV 倍数，然后这个地方改成随机印痕3的 UV 倍数，这样子呢，它的这个3个值才不会重复变成一样的。
所以这个值我们再给它来个0.01，好，随便来几个数吧。好，可以看到这个印痕呢，啊，脏东西在上面了啊。当然，你也可以什么呢？再将它的这一部分啊 UV 偏移，对不对？也可以给它加进去。但是这个地方呢，你想加一加啊，不加也没关系。我们呢有个 UV 倍数已经足够能够产生这个足够多的随机印痕了。好，我们呢保存一下，然后到这边实例来看一看。啊，实例来看一看，可以看到呢，我们的这个球已经有了一些随机印痕，我们呢可以对它进行调整，啊，让它可以更加真实一点。如果你觉得多了呢，我也就先太多了。一点点就行了啊，一点点就行了。然后呢，如果你需要全去掉啊，它就变成这个大理石的原材质。如果呢你想加一点点啊，就可以把它的值变高。然后这3个分一组啊，我们把它的这3个分为都分到这个随机印痕组。分组分到随机印痕组，这个呢也分到随机印痕组，这个呢也分到这个随机印痕组，我们保存一下。好，再来这个看看。好，这3个值呢我们就都合在一起了。然后金属纹理着色 UV roughness normal， 好。这呢就变成了一个这个材质的主材质，超级主材质。然后你可以呢对它进行各种调整，比如说我们现在需要，我们随便拿几个来试一试。拿 8K 的材质，我们想看一下这个，如果是砖块，我们呢可以直接把砖块拖到这个地方，然后呢，发线拖到这里，有点卡。然后呢，再把 roughness 拖到这里，打开 ，roughness 拖到这里，可以看到它又可以变成砖块。然后砖块呢，我们又可以对它进行这个 UV 的移动，然后包括放大缩小 ，roughness 的调整，啊 ，roughness 的这个调整。然后呢，发线的强度的调整。然后金属，当然它不是金属啊。好，它不是金属，我们金属去掉。然后呢，对它的这个随机的这个脏物呢，也可以对它进行随机调整。好，一个很快速的一个砖。当然，你还可以什么呢？你又可以换其他材质。换，比如说我们这有一个这个 paving stone rocks， 我们来个石材。把它的发线丢进去，然后 roughness 丢进去。好，可以看到这个很快速啊。我们把它这个显示为平面吧。对，这样看石头看这样看。对，这样看行。然后呢，同样的也可以对它进行这个 roughness 调整 ，UV 调整 ，UV 的倍数调整，发线的强度调整。好，所以呢，这样的一个这个超级主材质我们就完成了啊。当然，你还可以对它进行，比如说 AO 啊，或者是这个 displace 啊这些东西的添加。然后都是在哪个地方呢？我们都是往这个里面添加更多这个 texture sample 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再来看这个发线贴图的混合啊，就是将组合混合两个发线贴图。我们呢拿这个木材吧，对，我们拿这个木材来做。找到我们的这个木材的这个材质，找到发线，为它添加一个新的节点，
我们称为什么呢？叫做 Blend Angle Corrected Normals。这一个节点的作用啊，我们先把它给连起来。它有两个，一个叫做 Base Normal，Base Normal 就是我们的这个基础的这个法线啊，然后第二个就是插入另外一个叫 Additional Normal， 另外一个用来混合。好，这个地方呢，我们直接来操作试一下。首先，这个是我们的基础法线，另外，我们再给它来一个，我们按住 T 加鼠标左键，可以看到呢多出一个 Texture Sample。我们给它选一个纹理吧，给它选一个稍微杂乱一点的，这个好，连接到这个 Additional Normal， 可以看到。这个木材本身啊，我们先断开一下，它本身就是没有法线的样子，然后这个是基础法线的样子，这个呢是两个法线混在一起，然后这个明显的太强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们给它来一个可以调节的 Loop 线性差值，让它呢。这是我们之前的内容啊，我们呢再添加一个3通道的这一个常量，让它为蓝色，从蓝色呢一直到这个颜色，好，把这个断开，加一个这个线性差值，来调整第二个法线的强度，把它提升为参数，然后这个参数的名字是。混合法线强度，好，可以看到现在暂时没有。我们如果给它来一点点，比如说0.2，就可以看到这个木材就显得有一点，是吧？有点差，有点凹凸不平，没有抛光好的感觉。我们把这个贴图稍微换一下吧，这不太适合木材。看一下最强的状态，这个还行，对，这个还行，这个可以看到这个凹凸面不是那么齐，是吧？然后呢，可以让这个木材有一点年代感。我们再换一个有趣一点的吧。试一下这个。对，这个挺适合木材的，这个就是一个地面的一个法线。我们把这个调成0.2，可以看到这个木材如果使用久了，是吧？这个有这个划痕啊，然后凹凸不平的地方，所以通过这个混合法线啊，能够让这个2个法线来进行混合。好，2个法线贴图。